美国即将向乌军提供浩俄神器，战局会就此而发生转变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在当前俄乌继续鏖战，俄军在包括巴赫穆特等地不断发起进攻的当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准备向乌克兰援助300多辆主战坦克。很多人认为，这些西方制造的坦克将改变战局。不过，虽然这些主战坦克的加入会成为乌克兰战场上的一个重要变量，但是鉴于俄军拥有完善的反坦克作战体系，因此乌军虽然会在某些局部地区攻击俄军防线时获得主动，特别是西方主战坦克的夜视夜战能力不容小觑，但乌克兰想借此夺取全面优势也不大现实。所以乌军拿到西方主战坦克不等于俄军在乌克兰就会战败，更大的可能是双方的消耗战变得更加惨烈，俄军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从实战效果看，在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所有武器装备中，海马斯火箭炮被认为是最成功的，网友戏称为灭俄神器。海马斯对俄军后方关键节点的打击，特别是对指挥中心、弹药库和桥梁的攻击，破坏了俄军的后勤保障体系。乌克兰在2020年的下半年成功的在哈尔科夫以及赫尔松地区展开反攻，一方面与俄军的兵力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海马斯火箭炮有着重要的关系。所以西方主战坦克在乌克兰战场上充分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之前，海马斯火箭炮仍然是最成功的军援武器。现在新款哈马斯要来了。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计划于近日公布的援助乌克兰的武器清单曝光，其中就包括了海马斯的升级产品，射程为150公里的地面发射小直径炸弹。虽然美国拒绝了乌克兰提出的援助射程300公里的战术导弹，但这种小直径炸弹仍非常值得大家密切关注，因为这可是未来乌克兰战场上的浩俄神器。地面发射型小直径炸弹由瑞典萨普公司和美国波音公司联合制造，这是一种滑翔炸弹以 M26 火箭推进器的组合，150公里的射程几乎是海马斯的2倍。乌军获得这种武器将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地面发射小直径炸弹可要比海马斯的隐蔽性还要好。海马斯的战场损失很小，主要依赖的是打了就跑的战术，而地面发射小直径炸弹并非采取抛物线弹道，乌军可以更加灵活地选择发射地点，对方的反炮兵雷达更难推测其发射位置。萨普公司声称，这种武器可以从隐蔽地点或掩体内发射，避免被敌方发现，使其不易遭到敌方火力反击。第二，它的射程更远，可以直接打击包括克里米亚部分区域在内的俄军纵深目标。海马斯攻击的范围扩大到150公里之后，意味着俄军的大量后方交通线、弹药库、桥梁和指挥中心等目标将进入打击范围。第二，地面发射小直径炸弹的射击精度非常高，甚至能够打移动目标。根据萨博公司的说法，该制导系统的精度在1米左右，且能抵御电子干扰。如果为其配备激光导引头，可以用于打击陆地和海上的移动目标。这就意味着俄军行进中的车队，甚至是海上的军舰都有可能被纳入攻击的范围。精度1米的制导弹头还可以用于轰炸铁路线这样的目标，这对俄军后勤的破坏将是显而易见的。后勤补给被破坏，对一线作战部队的影响往往又是决定性的。第四，该武器系统相对比较便宜，低成本是个颇具吸引力的因素，也是未来西方国家用得起的一种消耗性兵器。它的组成部分都是现成的， M26 火箭推进器在美国库存中很常见， GPU-39 小直径炸弹原来是空军使用的滑翔炸弹，库存同样非常大，一枚 GPU-39B 的价格约为4万美元，而海马斯发射的制导火箭弹的价格在10万美元左右。
总体而言，基于俄乌冲突是美国想要的一场长期化的战争，其目的就是要将俄罗斯消耗成一个二流国家。那么，改变下一阶段战局的武器，不一定是人们关注的西方主战坦克，而是能够在较长时间内破坏俄军战场组织能力的武器。从某种角度讲，未来的俄乌冲突或许将取决于谁能够获得更具成本效益的消耗战武器，而地面发射小直径大弹很明显要比昂贵的主战坦克更合适。面对这一新的威胁，俄军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